这是中国的恶俗婚闹场景。但你知道，除了中国，别的国家也存在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传统习俗吗？比如新婚向新娘吐口水，新娘婚前3天不能上厕所，以及打掉牙齿等等习俗。让我们走进世界上最奇特的10个婚礼习俗。第一，不能上厕所。俗话说，人不能被尿憋死，但在婆罗洲，这样的情况将有可能会出现。婆罗洲位于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之间，他们有一个不寻常的习俗，所有夫妇都必须遵守。这个传统就是在新婚前的3天内不能上厕所，这里包括的是大小便。当地人认为在新婚前去厕所解手对夫妇的生育能力不利，因此这对夫妇在婚礼前3天内禁止去厕所。为了遵守这个传统，新人们必须在婚礼前几天保持少喝少吃的饮食。为了预防新人违反规则，他们将被专人监视，以确保婚礼顺利举行。不过，随着社会的发展，这种习俗已经越来越少见了。换作是你能忍受吗？第二，共度良宵。想象一下，你自己是非洲一场婚礼上的新郎，你和你的新娘举行完婚礼，当你们开心地来到婚房时，一位年长的女人和一位你从未见过的年长的男人在你的房间，会不会吓到你？这2位通常是村里的长者，新娘或新郎的母亲，他们将与新婚夫妇共度第1晚。你没听错，他们将与新娘和新郎一起度过第1个结婚之夜。这一传统目前并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流行的，但现在仍在非洲的某些村庄和城镇中保留着。在欧洲大陆，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这种传统有点不舒服，但重要的是，也许有经验丰富的长者在身边为新婚夫妇提供一些建议和技巧，这才是目的。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视频，不要忘记点击免费的赞和关注，你将第一时间收到推送。第三，向新娘吐口水。这样的传统足够恶心，但幸运的是，它发生在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的某些地区。尽管很恶心，但在这个仪式上，新娘的父亲扮演着一个非常独特的角色，他必须在婚礼上向女儿的头和胸部吐口水来祝福女儿的新生活。人们认为父亲的唾液能带来好运、驱邪，保护新人免受伤害。这也是父亲表达对女儿新生活的爱和支持的一种方式。唾液会被收集在父亲的嘴里，新娘穿着她最好的婚纱，接受父亲的祝福。尽管这看起来很奇怪，但吐口水的传统是这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个仪式只为新娘准备，所以新郎可以松一口气了。比起平时国人的恶搞，似乎这个仪式温柔多了。第四，搭一个木屋。东南亚国家柬埔寨的克伦部落里有一个非常古怪的婚礼仪式，他们的婚礼习俗可能是你闻所未闻的。在部落里，那些到了谈婚论嫁的女士，她的父亲会在丛林中央为她建造一个特殊的小屋。这个小屋可不仅仅是小屋，而是一个释放爱的地方。在这个小木屋里，年轻女子可以拥有她想要的任何求婚者，直到她找到一个如意郎君。多次约会不仅被允许，而且受到支持。天哪！他们认为小屋是给年轻女性的一个私人空间，让她有追求浪漫的权利，做出自己的选择。一旦年轻女性选择了她的中意对象，男方将无条件接受她的求婚。在成婚之前，男方还需要给岳父准备一些奶牛。如果男方连牛也没有的话，他们是不能结婚的。男方必须努力赚钱，直到买得起牛，女方爸爸才会同意他们在一起。这样的习俗似乎和我们的彩礼有点相似。第五，肥的女人吃得香。毛里塔尼亚是非洲的一个小国，当地人对新娘的审美有着独特的眼光。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不同的是，他们更喜欢肥肥胖胖的女性。他们认为体重较重的女性代表着生育能力与旺夫，因此这样的新娘更受欢迎。因此，如果新郎和他的家人认为新娘太瘦的话，他们会叮嘱新娘赶紧增肥。为了达到这种效果，
新娘在新婚的前几周里要吃大量的食物和饮料，快速增肥。据说这个传统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前，当时毛里塔尼亚食物匮乏，肥肥胖胖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。人们保持着这样的观念，即更丰满的身材代表着健康活力的身体，体重更重的新娘更有可能生育健康的孩子。当然，这一传统近年来遭到了反对的声音，一些人认为这样的传统可能会影响人们的健康，你怎么看？第六，拔牙。幻想一下，你即将与你的妻子步入婚礼殿堂，你感到非常兴奋之时，突然有人带着一把钳子向你走来，让你张开嘴，你会是什么感受？在巴厘岛，拔掉一颗牙齿是婚礼的一部分传统，这个过程会从你嘴里拔出一颗牙齿。巴厘岛文化有一个传统，牙齿被视为欲望、贪婪等不太好的代表。如果他们拔掉一颗牙齿，新人将可以摆脱这些不好的东西，一起走向一个更健康、美好的未来。但也不必要过于慌张，因为拔牙的人都是专业人士，他们会确保这个过程尽量安全。拔完牙的新人将穿着巴厘岛传统服饰，在人们的热烈欢迎中走向婚姻的殿堂。第七，比目鱼拍脚。在韩国的某些地方，在婚礼当天，除了宣誓和亲吻新娘外，还有一件不得不做的奇怪之事。在韩国传统中，只有男性才要遵守这个传统，它可以证明新郎在婚礼当天的男子气概。传统通常是女方家具有资历的年长男性脱下新郎的鞋子，用一条鱼击打新郎的脚底。在这过程中，亲戚还会询问新郎一些人生规划，而拍打的鱼是一条活比目鱼。在他们的文化中，比目鱼被认为象征着生育能力以及强壮的身体，这将代表着他们能够应对婚姻生活中的挑战。第二天，新郎的脚板底一定很疼痛。这样的传统在我们看来很奇怪，但它仍然在韩国的一些地区流行。如果这样的测试不能通过，或长老对新郎的回答不满意，他们将不能结婚。第八，打碎盘子。打碎盘子对于中国人来说可能并不是一件吉利的事情，如果不小心打破的话，都会说一句岁岁平安。但部分土耳其人则不一样，在婚礼前一天晚上，新郎和新娘的亲戚好友会聚集在新娘家，手里拿着各种形状和大小的盘子。订婚的夫妇和人们会把盘子砸在地上，尽可能的把它们打碎。当地人认为，打碎的盘子发出的噪音会吓跑可能潜伏在周围的恶灵，以保佑这段婚姻从头到脚都是平平安安的。打破碟子的行为也象征着这对夫妇和过去留下的遗憾说再见，代表着开始新的生活。在过去，碟子实际上被认为是一件奢侈品，打碎它们也表明这个家庭是有钱人的象征，颇有装逼的成分。当然，我们要尊重别人的传统。第九，偷新娘。半路抢媳妇似乎只在电影或中世纪童话故事中听说过，但这一传统在世界各地已经流传了数千年。有一个国家仍然保留着这种奇怪的习俗，那就是吉尔吉斯斯坦。在他们的文化中，新郎的家人必须在婚礼举行之前从他家偷走新娘，新郎必须抓住新娘并将其带走，而不是假装做样子。在吉尔吉斯斯坦，人们相信新娘在婚礼被抢后流下的眼泪会给婚姻带来幸福。在1991年，政府将这种做法定为非法行为，因为它被认为是对妇女权利的侵犯。虽然这一传统在一些地区仍然存在，但现在它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性的姿态，而不是实际的绑架。所以，如果你发现自己在吉尔吉斯斯坦看到新郎的家人四处奔跑，试图抓捕新娘，千万别试图阻止或报警。第十，荒唐的婚闹。在你知道苏格兰的婚礼文化后，也许你会改变娶一个苏格兰女性的想法。在新婚日，为了测试新郎的忍耐程度，新娘的亲属会聚集在一起，然后用牛奶、腐烂的食物泥和他们能找到的任何其他东西制作混合物，然后他们会从头到脚把新郎裹在这种令人反感的混合物中。如果他能忍受这样的洗礼，就意味着他有能力面对更糟的东西。
但仪式并没有就此结束。新郎身上沾满了黏糊糊的混合物后，他会在身后跟着亲戚和朋友穿过村庄的街道，接受欢呼。而新娘通常会远离现场，直到新郎接受完洗礼。一旦他成功挺了过来，新娘就可以走近他，看到他身上又脏又臭的物质，这也像是对他的爱情的考验。所以，如果你受邀参加苏格兰婚礼，目睹了这种疯狂而古怪的仪式，不要感到惊讶。这些习俗奇怪吗？和中国的比起来怎么样呢？欢迎在评论区写下你的看法。我是所长，感谢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